各位好，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2026年開年到現在，閃迪股價從年初截止到1月27日漲了接近100%，而美光只漲了大約36%。同樣都是做存儲芯片的，同樣都在 AI 浪潮裡撈金，為什麼漲幅能差這麼多？先說結論，這不是因為閃迪比美光更優秀，也不是因為 NAND 比 DRAM 更有前景，真正的原因是兩家公司在這輪 AI 存儲行情中的起跑線完全不同。閃迪是從低估值、小市值的硬盤公司裡的閃存業務變成獨立上市的 AI 存儲純正標的，而美光在2025年已經從70多美元漲到350美元上下，翻了將近5倍。2026年的漲幅只是這輪牛市的延續。用個通俗的比喻，閃迪就像一個被埋沒多年的歌手，突然上了熱門綜藝，粉絲暴漲10倍。美光已經是當紅巨星，新專輯賣得好，但大家不會太驚訝。今天我們就來對比這兩家公司，看看他們的核心差異究竟在哪兒。要理解這兩家公司的股價表現，得先看清楚整個存儲行業在2026年到底發生了什麼。AI 數據中心正在吃掉全球存儲產能。根據研究機構的最新数據，2026年数据中心將消耗全球約70%的存儲芯片產量。什麼概念？以前存儲芯片的主力客戶是 PC 廠商、手機廠商，現在這些傳統客戶只能分到30%的產能。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訓練一個 GPT-5 這種級別的 AI 模型需要處理 PB 級別的數據。這是什麼概念？一、拍字節等於100萬 GB， 相當於20萬部高清電影。一台 AI 服務器對 DRAM 內存的需求量是傳統服務器的8到10倍。對 NAND 閃存的需求量更誇張，是傳統服務器的5到10倍。而且這些 AI 服務器還要求存儲系統具備極低延遲和超高吞吐量，必須配備最先進的 PCIe 5.0 NVMe SSD， 供給端根本跟不上。再看供給端，存儲芯片不是說擴產就能擴產的，建一個新廠房，從立項到投產至少要2到3年。2026年 DRAM 的全球供給增速大約只有 16%， NAND 的供給增速約 17% 到 20%， 但需求的增速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結果就是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 DRAM 和 NAND 的合同價格普遍上漲 40% 到 50%， 而且根據美光自己的說法，這種供需緊張的狀態會持續到2026年以後。行業研究機構 TrendForce 預測2026年3月季度 NAND 閃存芯片的合約價格將上漲 33% 到 38%， 傳統 DRAM 合約價格預計將攀升 55% 到 60%。 這就是2026年存儲行業的底層邏輯。 AI 把整個行業推進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超級週期，所有存儲芯片廠商都在漲價，所有存儲芯片公司的股票都在漲。但為什麼閃迪漲得這麼猛，美光反而看起來正常？接下來咱們分開說，先說閃迪的故事。這個故事要從2025年2月說起。那個時候，閃迪從西部數據分拆出來，重新獨立上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分拆之前的西部數據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它既做 NAND 閃存，又做機械硬盤，而機械硬盤是一個正在走下坡路的夕陽業務。給大家一個數字感受一下，2020年全球機械硬盤出貨量大約 2.6 億塊，到2024年已經降到不到2億塊，每年下滑 10% 到 15%。 為什麼？因為固態硬盤在速度、能耗、可靠性上全面碾壓機械硬盤，除了少數需要超大容量的應用場景，比如監控錄像、數據歸檔，基本沒人願意用機械硬盤了。資本市場給西部數据的估值，基本就是一家傳統硬盤公司的估值。2024年，西部數據的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遠低於同行。為什麼？因為投資者看到的是一家業務在萎縮、利潤在下滑的公司。雖然西部數據也有閃存業務，但這塊業務被機械硬盤拖累，估值上不去。分拆之後，一切都變了。閃迪變成了一家純粹做 NAND 閃存和企業級存儲的公司，重點在純粹這2個字。閃迪不再被機械硬盤拖累，變成了市場眼中的 AI 存儲純正標的。2025年2月上市時，閃迪股價大約36美元，到2025年底，股價已經漲到200多美元，漲了5到6倍。進入2026年，情況更誇張，
截至1月27日，閃迪股價已經漲到$400以上，年內漲幅接近100%。也就是說，從分拆上市到現在，不到1年時間，閃迪股價漲了超過10倍。這種漲幅在大型科技股中極其罕見。要知道，閃迪不是一家創業公司，而是一家年營收接近$100億的成熟企業，能在1年內漲10倍，說明市場對它的估值發生了根本性的重新定價。閃迪漲得這麼猛，核心原因是 NAND 閃存在2025年之前被嚴重低估了。要理解這一點，咱們得回顧一下 NAND 行業過去幾年經歷了什麼。2022年到2024年 ，NAND 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為什麼？因為各大廠商在2020年到2021年瘋狂擴產，準備迎接 5G 手機和數據中心的爆發需求。結果呢， 5G 手機的普及速度不如預期，數據中心的建設也因為疫情和供應鏈問題放緩，供給上來了，需求沒跟上，結果就是價格一路下跌。給大家一組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到2023年第四季度 ，NAND 閃存的合約價格累計下跌超過60%，就是2022年初賣$100的 NAND 芯片，到2023年底只能賣$40，這種跌幅對厂商來說是災難性的。很多 NAND 廠商在2023年、2024年都在虧錢，包括三星、SK、海力士、美光全都虧。但2025年開始，劇情反轉了 ，AI 數據中心的興起徹底改變了供需格局。因為 AI 訓練和推理需要處理海量數據，這些數據都要存儲在 NAND 閃存裡。一台 AI 服務器配備的 NAND 存儲容量是傳統服務器的5到10倍。而供給端呢，因為2023年、2024年大家都在虧錢，所以沒有廠商願意擴產。建一個新的 NAND 工廠，投資至少要50億到100億美元。從立項到投產要2到3年，在虧錢的情況下，誰敢砸這麼多錢擴產？結果就是，當需求在2025年突然爆發的時候，供給根本跟不上。閃迪的財報數據很能說明問題。2026財年第一季度，閃迪實現營收23.08億美元，同比增長22.57%。但更關鍵的是利潤率的變化。公司對第二季度的業績指引，營收中值預計達26億美元，超過市場預期的23.7億美元。毛利率指引高達42%，比第一季度提升了將近10個百分點，幾乎翻倍於市場預期的33.5%。什麼叫毛利率從33%提升到42%？通俗點說，就是同樣賣100美元的產品，以前能賺33美元，現在能賺42美元，多賺的這9美元就是漲價帶來的。而且這還不是終點，公司預計2026年下半年毛利率還會繼續提升。閃迪是怎麼漲價的？我給大家梳理一下時間線。2025年4月，閃迪第一次上調 NAND 閃存合約價格，漲幅10%。當時市場還有點半信半疑，覺得這個漲價能不能持續？結果9月，閃迪再次漲價10%。到了11月，閃迪直接把 NAND 閃存合約價格大幅上調50%，遠超行業預期的5%到10%漲幅。這次11月的漲價有多狠？我給大家舉個例子，當時有幾家台灣的模組廠，比如創建、宜鼎國際，接到閃迪的漲價通知後，直接暫停出貨，重新評估報價。為什麼？因為漲幅太大，他們原來簽的合同都要虧本了，必須跟下游客戶重新談價格。而且，閃迪在財報電話會議上明確表示，2026年全年 NAND 的供需緊張狀態都會持續，公司會繼續保持漲價策略。也就是說，這輪漲價週期可能會持續到2027年。數據中心業務的爆發從邊緣走向核心。閃迪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數據中心業務的爆發。以前，閃迪的主要客戶是消費電子廠商、手機廠、PC 廠、相機廠，數據中心業務佔比不到30%。但現在，數據中心業務已經成為閃迪的第一大收入來源。2026年財年第一季度，閃迪披露數據中心相關收入單季環比增長26%。這是什麼概念？就是一個季度增長1/4。而且公司透露，2家超大規模雲客戶很可能是 AWS 和微軟 Azure， 已經完成產品導入測試。第3家以及一家頂級存儲 OEM 廠商可能是戴爾或者 HPE， 正在排隊等着下單。
為什麼數據中心客戶這麼急着下單？因為他們在搶產能。現在南市場的狀況是，你不提前鎖定產能，到時候根本買不到貨。所以這些大客戶願意提前半年甚至1年下單，鎖定產能，哪怕價格貴一點也認了。閃迪自己也說，公司的 NAND 工廠基本全線滿負荷運轉，產能利用率接近100%，而且即使滿負荷生產，還是供不應求。這就是為什麼閃迪敢一次漲價50%，因為客戶沒得選，要麼接受漲價，要麼買不到貨。技術路線壓住 AI 存儲的未來。閃迪不只是在漲價，還在技術上壓住 AI 存儲的未來。公司正在推進的2大技術方向都是針對 AI 應用場景的。第一個是 BRCS8 和第10代 3D NAND。什麼叫 3D NAND？ 簡單說就是把存儲單元像蓋樓一樣疊起來，提高密度。閃迪的 BRCS8 已經做到332層，比特密度提升近59%，單盤容量可以做到128太字節級別。128太字節是什麼概念？相当於2.56萬部高清電影的容量。這種超大容量的 SSD 主要用於 AI 數據湖和冷溫數据存儲。什麼叫冷溫數據？就是不需要頻繁訪問，但必須長期保存的數据，比如 AI 訓練完成後的原始數據集，比如 AI 推理過程中產生的中間結果。這些數據量非常大，但訪問頻率不高，所以需要超大容量、高性價比的存儲方案。第二個技術方向更關鍵，就是閃迪和 SK 海力士合作開發的高帶寬閃存。這個技術有點燒腦，我盡量用通俗的語言解釋。傳統的 NAND 閃存容量大但速度慢， HBM 速度快但容量小，價格貴。 AI 應用需要的是既能裝又能跑的存儲，容量要大，速度也要快。 HBF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閃迪的 HBF 技術可以做到比傳統 NAND 高8到16倍的有效容量，同時帶寬接近 HBM。 怎麼做到的？通過特殊的芯片堆疊技術和控制器優化。具體技術細節比較複雜，但結果就是 HBF 可以在 AI 推理和邊緣計算场景下替代一部分 HBM， 降低成本。這個技術如果成功，對閃迪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增長點，因為現在 HBM 的價格非常貴，一片 HBM3 的價格是傳統 DRAM 的5到10倍。如果 HBF 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類似的性能，市场空间会非常大。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閃迪的客戶結構正在發生質變。以前閃迪的主要客戶是消費電子廠商，給手機廠供應存儲芯片，給 PC 廠供應 SSD， 給相機廠供應存儲卡，這些都是 C 端業務，特點是訂單金額小，毛利率低，競爭激烈。但現在閃迪的大客戶正在變成超大規模雲服務商和企業客戶。這些 B 端客戶有幾個特點：第一，訂單金額大，一單就是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第二，毛利率高，因為這些客戶要求的是高端產品，不是低價競爭；第三，粘性強，一旦導入成功，客戶不會輕易換供應商。閃迪披露的數據顯示，2026年財年第一季度，數據中心相關收入佔比已經超過 50%， 首次超過消費電子業務。而且公司預計到財年結束，數據中心業務佔比會提升到 60% 以上。這種客戶結構的變化對估值的影響非常大。為什麼？因為華爾街給 B 端業務的估值倍數遠高於 C 端業務。同樣是1美元的收入，如果來自企業客戶，估值可能是來自消費者的2到3倍。所以閃迪從 C 端走向 B 端本身就是估值重塑的一部分。總結一下閃迪的故事，分拆讓它從硬盤公司的閃存業務變成 AI 存儲純標的，估值重塑。NAND 週期大反轉，從虧錢變成高利潤，業績爆發。黃仁勳的站台加上華爾街的吹捧，情緒加持，客戶結構從 C 端走向 B 端，商業質量提升。這4個因素疊加，就是閃迪今年漲 100% 的根本原因。用一句更直白的話說，閃迪趕上了天時。NAND 週期反轉，地利分拆，獨立上市，人和黃仁勳站台加華爾街追捧，三者缺一不可。我們再看美光的業務結構，美光是少數能規模量產 DRAM 和 HBM 的廠商之一，當前重點在 HBM4、eGamma DRAM、G9 NAND 上，全面壓住 AI 服務器內存。
NAND 對美光來說更多是配套角色，核心還是 DRAM 和 HBM。美光的 DRAM 主要用在 AI 服務器、数据中心、高端 PC、高端手機上。公司推出的 DDR5 內存已經成為新一代 AI 服務器的標配，而且美光正在推進1伽馬工藝节點，這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 DRAM 製程，可以在同樣的硅片面積上做出更多的存儲容量，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美光的股價在2025年已經從70多美元漲到350美元上下，漲了將近5倍。進入2026年，美光股價繼續上漲，看起來還不錯。但你要知道，美光的市值已經接近4000億美元，是一家巨型科技股。這種體量的公司，一年漲36%，已經是相當不錯的表現。作為對比，蘋果2025年漲了約48%，微軟漲了約31%，谷歌漲了約35%。美光的漲幅在科技巨頭中屬於中等偏上。總結一下美光的故事，2025年已經走出200%到500%的大牛市，從被低估的周期股變成機構必配的 AI 內存龍頭。2026年的業績繼續爆表，毛利率創新高 ，HBM 供不應求，但股價的驚喜不如去年，因為預期已經很高，估值需要時間消化。美光現在的狀態就像一個剛打完一場硬仗的拳擊手，雖然贏了，但需要休息一下，不可能馬上再打一场。股價在高位整固，業績持續兌現，估值慢慢消化，這就是美光在2026年的主旋律。用一個更形象的比喻，美光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2025年加速到時速300公里，2026年繼續前進，但不可能再加速到時速600公里。不是火車不夠強，而是軌道和乘客都需要適應當前的速度。現在我們可以回答開頭的問題了，為什麼同是存儲芯片，閃迪漲翻天，美光漲幅跟不上？他們的商業結構不同，閃迪是 NAND 純正標的，所有的收入都來自 NAND 閃存和企業級存儲。美光是 DRAM、HBM 為主， NAND 為輔，產品線更全面，但也更分散。他們的 AI 故事不同，閃迪主攻 AI 數據中心的存儲層、高容量、性價比、數據湖、冷溫數據；美光主攻 AI 訓練、推理算力層的 HBM 和高帶寬 DRAM， 兩者都重要。但市場在2026年突然意識到，大家一直在關注 GPU 和 HBM， 但忽略了 AI 也需要海量的 NAND 存儲，這就是閃迪被重新定價的原因。它們的供需彈性不同。NAND 在過去2年過度悲觀，庫存去化徹底，這一輪供給偏緊，加上多次提價，業績彈性極大。DRAM、HBM 長期最緊缺，但2025年股價已經提前反映了大部分預期。2026年進入業績兌現期。資本故事不同，閃迪分拆重上市，從被低估的硬盤裡邊的閃存業務變成 AI 存儲純正標的，再疊加黃仁勳在 CES 上點名存儲是 AI 最大未開發市場，情緒高度亢奮。美光在2025年已經走出200%到500%的大牛市，機構視為必配 AI 內存龍頭，但驚喜不如去年。他們的業績階段不同，閃迪正在從虧損、低利潤向高利潤拐點過渡，價格、產能、利用率和數據中心滲透率一起拉動利潤爆發。美光已經進入利潤高峰通道，單季收入與毛利率雙創新高。市場在討論的是還能漲多少，而不是能不能漲。用一句話總結，閃迪是被情緒和資金從低估拉到高預期，所以漲幅誇張。美光是已經漲過一大輪的 AI HBM 龍頭，在高位繼續跟着業績往上走，但短期節奏更像大盤藍籌。最後說說投資者應該怎麼看待這兩家公司。閃迪的風險，第一，估值已經很高。閃迪當前的股價已經充分反映了 AI 存儲的樂觀預期，遠期市盈率在30倍左右，這個估值不算離譜，但也不便宜。如果 NAND 價格漲幅放緩，或者有廠商擴產超預期，股價回調會非常劇烈。第二， NAND 是高度周期性的產品，漲價一旦引發需求腰斬，或者供給端突然增加 NAND 價格，可能在幾個月內掉頭向下。歷史上 NAND 價格從高點到低點跌幅可以達到50%以上，所以持有閃迪的投資者要時刻關注供需變化。美光的優勢在於業務結構更穩健，
DRAM、HBM 是 AI 时代的必需品，需求長期可見。而且，美光作為美國本土廠商，受益於產業政策支持，已經獲得61億美元的芯片法案補助，用於美國工廠擴產。美光的挑戰在於，主要風險是 AI 增速不及預期，或者 HBM 技術份額被韓國廠商三星、SK 海力士搶走。另外，2027年以後，美光在美國的新工廠投產，新產能釋放可能導致供過於求。給普通投資者的建議，如果你是風險偏好高的投資者，追求高彈性，閃迪可能更符合你的風格，但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高彈性意味着高波動，漲得快也可能跌得快。如果你是風險偏好低的投資者，追求穩健收益，美光是更好的選擇。美光的業績確定性更高，估值也更合理，更適合長期持有。但不管選擇哪一家，都要記住，存儲芯片是周期性行業， AI 確實帶來了一個超級周期，但周期終究會結束。當供給端產能釋放，當需求端增速放緩，整個行業都會面臨調整，所以要時刻關注行業供需動態，不要盲目追高。最後總結一下，閃迪2026年漲得比美光多，不是因為閃迪比美光更優秀，而是因為兩家公司在這輪 AI 存儲行情中的定位、故事和估值起點完全不同。閃迪是高彈性的 NAND 純標的，正在經歷估值重塑和業績拐點。美光是已經漲過一輪的 HBM 龍頭，正在兌現業績和消化估值。AI 確實改變了存儲行業的底層邏輯，但投資者不能只看到機會，還要看到風險。周期性行業的特點就是漲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會永遠漲下去，跌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會永遠跌下去。保持清醒，做好風險管理，才能在這輪 AI 存儲行情中真正賺到錢。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期內容，記得點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見。